嗨，这是我第一次拍这种作者讲话类型的影片，所以可能今天的影片或者是我等下讲话会有点奇怪，还是看的地方会有点奇怪。如果你看到有什么我可以改的地方，或者是有什么想要讲的话，你可以在评论下面写下来，我会看。OK， 所以我接下来会讲5个你在进入 STPM 之前，或者是刚刚进入 STPM 之后，你可以做的一些准备。So， 现在开始。第一点，课本。课本的话，我是觉得你不用太匆忙的先去买课本，因为你不知道你的老师会希望你用哪一个出版社出版的课本。比如讲，现在比较多有在用的课本的话，就是 Oxford Fajar 和 Pelangi 这些。如果你自己先去买了课本的话，然后上课的时候你才发现你老师用来教书的课本跟你用的课本是不一样的话，这样子会很麻烦。虽然课本里面的内容大多数都是大同小异的，不过不一样的出版社他们用的那些字或者是词汇可能会不一样，有一些老师会非常在意这些点，所以如果你用不一样的课本的话，你可能在回答问题的时候你用的字不一样，有些介意的老师会扣你的分数，或者是会直接就是不给你分。另外就是如果老师叫你去做课本的那些练习的时候，你就会需要去跟你的朋友借书啊，或者是跟你的老师借书来看那些题目，这样子的话你会没有那么容易去翻课本后面的答案。接下来 PA 课本的话，我是建议你们可以先不用去外面买，因为 PA 课本的话我们通常都是会用这个像这样子的可能不清楚，我再放照片在这里好了。Local Publication 出版的这个 Local Publication 的话，在外面是买不到的，一定是要透过学校老师帮你买，而且每一年都会更新，里面的内容都会不一样，所以都是学校通常都是会要求你买最新的那个版本。So Local Publication 的这种书的话，我们是一个 Sem 用一本，一本的价钱的话，这里没有写，大概是90块或者是10多块这样子，没有超过20块的。肯定是要透过学校去买的，我相信学校应该不会把价钱卖到太高。我自己的话，在外面完全没有买任何关于 PA 的参考书，因为其实真的作用不大。最重要的是要看那本 Local Publication 里面的内容，因为里面的内容跟考试会比较接近。第二点，我们要来讲文具。我不确定是不是全部学校都一样，不过在我的学校的话，我们 STPM 几乎是完全不用簿子的。我觉得应该是因为簿子对于 STPM 来讲真的是很不方便，或者是它真的是不够写。而且用簿子的话，你没有那么容易可以把老师派下来的那些资料跟你自己做的那些nota放在一起。当然用不用簿子还是要看你们学校老师怎么样想啦。照常来说的话，我是建议你们可以先买一些作文纸、ring file， 然后还有打洞机先准备，因为 ring file 加作文纸这个组合的话，在 STPM 真的会比簿子来的方便了很多很多。比如讲用 ring file 的话会比较 flexible， 老师派下来的资料和你自己做的nota都可以自己排，然后自己整理，然后放在一个 file 里面。这样子的话，你以后用来读的时候，或者是你要复习你的考试的时候，都会容易很多。我要讲的 tips 就是，你们去买 ring file 的时候，真的不是买越大越好，因为你们每天至少都会上4门课，对不对？所以如果你全部 file 都买最大的话，这样子你会需要带很大的 file 去学校，很麻烦，而且很重，也没有用到这样多资料。没有用到的 notes 呢，你可以先拿出来的，从 ring file 先拿出来，只是带重要的 note 去学校。如果你不确定旧的 note 在学校会不会需要用，你可以先用电话拍下来那些 note。这样子的话，你去学校，万一老师真的有用到那些 note 的话，你也可以在老师的允许之下，用电话直接来看你的 note， 这样子也省下你的那个书包的重量。忘记讲打洞机的话呢，我建议你们自己买自己的。我们之前在课室的时候，只有一个人有打洞机，老师派nota的时候，全部人都会跟同一个人借，所以他就会很忙，然后我们也会很不好意思。关于文具的话，还有一个可以提醒你的就是，如果你是Science Stream的学生，你有拿 Maths T， 打算去拿 Maths T 这个科目，然后你还没有买计算机，我是建议你可以买这个白色的这个 Casio 的 FX570EX 款。但是如果你已经有，或者是正在用着这个 FX570MS 款的话，也不要紧，它还是可以用的，只是会比较麻烦一点点。你在算的时候会就多几个步骤。这个 FX570EX 型号的这个计算机可以用来算4个 unknown， 然后这个570MS 款的只可以用来算3个 unknown 罢了，好像没有错的话。什么是4个 unknown？ 4个 unknown 就是很像ax power of 4加 bx power of 3加 cx power of 2加 bx 再加 d 等于0的时候，你可以直接按着那个题目输入进去这一个570EX 的 calculator， 然后按等于，你就可以得到答案了。如果你是用570MS 的话，你会需要就是用手写的方式去先拆分那个题目，或者是你需要多按一些键，你才可以拿到4个 unknown 的答案，就是会比较多一些步骤，比较麻烦一点。
所以如果你是还没有买计算机的话，我是强烈建议你去买这个570EX 的，因为这两个的价钱好像是没有差几多钱而已，这个会方便很多。第3个 point 讲完了文具，我们现在来讲。如果你有任何关于 STPM 的问题，或者是你有什么想要问的话，你可以在下面评论，或者是去 Instagram 找我。我的 Instagram 的名字跟这个 YouTube 是一样的。